Hello， 大家好，我是丸子虫老师。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种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就是丸子虫，也叫做鼠妇。那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丸子虫呢？因为我很久以前看过一个宫崎骏的动画片，叫做《借物少女艾莉缇》。它里面的女主角是一个小人，那她有一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有2只鼠妇从她旁边跑出来陪伴她，跟她玩。我当时就看了，哇，这个好可爱的小生物想要去找它的资料来研究它。后来发现，真的有人在饲养而且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之后我就爱上鼠妇了。本人是非常小一只的那大概只有1公分到2公分左右。那其实鼠妇啊，它们有一个大家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如果它遇到危险，它就会变成一个球状，也叫做丸子虫的原因就是它会卷成一个球。那丸子虫有几只脚呢？7对脚，就是14只脚。那其实它们是属于这个软甲纲，就是甲壳类的动物。那其实跟虾子、螃蟹比较接近，所以它不是昆虫那像鼠妇的话，它们其实有跟它们非常接近的物种，就是海蟑螂。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前一阵子很有名的大王巨足虫，是在深海里面的浮木的动物，是蛮难得一见的物种那另外啊，还有一些化石像这个是三叶虫那其实三叶虫啊是属于一个已经灭绝的一个节肢类的动物，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行为跟鼠妇很像那就是遇到危险会卷成球状。接下来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如果很喜欢鼠妇的话，我们要去怎么照顾它，怎么饲养它们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塑胶盒或是各种容器都可以。盖子上面呢要打洞，可是你这个洞也不可以打得太大或是太多，大概打10到15个洞差不多。那也不要太大的洞，因为小鼠妇有可能会越狱，会跑出去，好像这个样子。我们一般呢会铺土，这个土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好是用椰仙土，再混一些兜土，因为兜土呢它里面的养分比较够。那把这个土铺上去之后，就喷水保持潮湿。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秘诀，就是要准备这个，这叫水台，那它可以吸水保水，所以我们会在饲养箱的边边一块范围都放这个水台，就是预防这个环境太干。好，再来就是它们的食物咯。鼠妇通常是喜欢吃一些腐烂的叶子或是腐烂的木头这些腐殖质，或是有些也会去摄取一些这个动物尸体。那我们会去采集一些叶子。那经过大家的试验他们很喜欢吃一种叫做羊蹄甲的叶子，还蛮多地方找得到。那我们通常会把这个叶子采回来，洗干净之后风干，就可以把它剪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到这个饲养箱里面，给鼠妇吃。那这个就是一般的虾饲料或是鱼饲料，你可以准备一些水晶虾，偏向比较甲壳类的动物的饲料给它们，对它们的这个壳的形成在换壳的时候也会比较顺利一点。找到里面，有时候就会看到它们闻香而来，来吃这个虾饲料或是鱼饲料。首先第一种呢，就叫正露丸鼠妇。正露丸是我们给它取的一个昵称。那它其实是在地中海那一带的我们也叫地中海滨海鼠。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用它来上课呢？因为它卷成球状的时候那个圆圆的球状非常的完整，而且卷得很漂亮那正露丸呢，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它也算是一种比较大只的鼠妇，它最大可以到2到2.5公分。像我们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紧张然后就会卷成球状。它现在就卷起来了，它是一种比较好养的鼠妇它们平常在饲养上面就是吃落叶、鱼饲料或是萝卜这些东西，就是把它们养得很好了。那这一盒的正露丸呢，也有开始在繁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大有小，大大小小的鼠妇共同生活在这边，真的是非常可爱。来，再来就是黑山白点鼠妇，它身上有一点的白色或是黄色的斑点，然后有红边。其实看起来颜色非常的鲜艳，所以呢，我们也昵称它小丑鼠妇。它的原产地也是在欧洲那边所以相对它是比较不怕冷的一个物种。那这边的黑山白点呢，因为我们刚刚饲养没有多久，所以还没有开始繁殖，但是原本这几只都蛮健康的都很喜欢走来走去。那这个点点呢，有时候是黄的，有时候是白的。
那它这种身上鲜艳的颜色，也可以警告天敌说，不要来吃我哦，我可能是有毒的哦。那其实它本身是没有毒的，只是鲜艳的颜色会让一些天敌不敢去吃它，不敢去捕捉它。这个叫做法国四纹鼠妇。那法国四纹也是蛮大型的鼠妇，它的特征就是有灰色的一个颜色，但是呢身上有黄色的斑点，而且这个斑点呢会形成像线条一样的，所以看起来有4条黄线是点点组成的。它也算是蛮好饲养的一个入门种的鼠妇，所以我第一次呢是在昆虫展上面购买这个鼠妇。当初我记得买了大概就6只，后来有繁殖到非常非常多，那我有分送给一些朋友啊或者小朋友。接下来呢就要介绍一些比较难饲养的鼠妇。那其实这些鼠妇呢通常是属于亚洲这边的鼠妇。我们现在这一盒呢叫做琥珀鼠妇。那琥珀鼠妇呢，它长得是蛮漂亮的，因为像琥珀一样是有那种橘黄色，然后带一点黑黑的纹路。那琥珀鼠妇呢，它们是在亚洲，像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一带的鼠妇。那我们有研究过，这种鼠妇其实是蛮喜欢所谓的石灰岩的地形，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饲养箱里面放一些像是珊瑚啊，或是贝壳之类的。那因为它们是节肢动物，它们也是会脱壳的。那这个脱壳的过程中需要补充钙，所以我们也有时候也会放一些像是墨鱼骨这样的一个有钙质的东西给它们去啃食。接下来呢，这种叫做泥色洞穴鼠妇，它是在亚洲的一个洞穴里面发现的。那它另外还有就是说，它比较呢不会卷成球状，但是它也长得很有特色哦。它身上的颜色就是土土的黄色，形状扁扁的，很像是三叶虫。哇，这边有发现一只正在脱壳的鼠妇嘞，它会先脱衣服，然后再过一阵子再脱下半身。上面这个白白的就是它刚脱下来的壳，那下半身已经变白了，准备也要做脱壳的动作。最后一种啊，就要介绍我最喜欢的，但是也是最难养的一种哦，就叫做金鸭鼠妇，就长得这么可爱哦，小鸭子嘴巴。那这种鼠妇是在泰国那一带，我觉得蛮不好饲养的，因为它的环境啊，就是这个石灰岩的地形的这个岩壁上面，所以你看我这个饲养盒里面呢，就有放置了这种石灰岩的铁石头，然后呢还会准备像这种栏目啊，尽量给它有多长的空间，还有一些这个像是墨鱼骨啊，补充钙质。好，那这种鼠妇也是蛮怕热的，所以夏天饲养的话，最好需要在一个有温控的地方。好，希望我这一盒金鸭鼠妇能够生出小宝宝，到时候我再跟大家来做分享。其实鼠妇啊，在大自然它就是一个分解者的角色哦，它可以把叶子吃掉之后呢，它的便便啊就可以变成肥料，然后又可以让植物再度利用生长，再长出叶子，就变成一个大自然的循环。所以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生物，对大自然的用处也是非常大的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走出户外，认识自然。好啦，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可爱的鼠妇，那如果说有对于说丸子龙老师的一些活动啊或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带给大家更多可爱的小生物。好，谢谢大家，拜拜。还有记得要多多订阅我们的YT 频道哦。